今天我们来聊聊面具。在现在的生活中，人们无意或者有意的戴一种或者多种的面具，这些面具会让我们在生活中扮演这些不同的角色。有些面具帮助我们，让我们成为现在的自己，但却也是我们向往生活中的绊脚石。有些时候需要取下这些面具，才能让我们更好的看清自己想要的到底是什么。当我们有更好的自我意识的时候，才能做出更有益于自己的抉择。这不仅可以让自我认知的提升，还能有助于生活的方方面面，像是压力、金钱和人之间的关系等等，都是有着非常显著的改善，让生活更简单更开心。大家好，欢迎来到健康论频道，我是 Justin， 这里分享生活中学习不到的健康知识，让您不再为病痛而烦恼。欢迎您点赞、订阅、打开小铃铛，这样就不会错过我们每周更新的精彩影片了。大家也看到这影片的标题了，这主题太大，一个影片说不完这么多的点，我尽量把它说得很细，然后简单化，让大家能更好的理解这面具的概念。面具具体分为5大类，在这先说第1大类，完美主义者。那什么是完美主义者呢？我想请大家想想看，自己的学校时光，班上有没有那种考了99分还不满意的，就是纠结自己丢失的那1分，或者您自己就是这学生也不一定，就是要100分满分才算完美。在工作中也是一样的，工作就要做到完美，而花费了超越正常范围的时间和精力。比如说做个报表，也要纠结这文字好不好看，大小合不合适，设计感、颜色之类的。但是报表本身的价值不在这些，而是数据，所以这些人就会无止境的和自己较劲，而花费更多的时间和精力，而这些也会给自身带来无形的压力。所以说完美主义者就是事事都要做得完美才行。虽然说这完美主义者的面具会消耗自身更多的时间和精力，但是它的好处也是有的，这能让人家都对这种人另眼相看，觉得这人事事都做得到位完美，然后自我价值会得到提升，因为得到了大家的认可，对于自身也是一种提高，事事都要做到最好，也是一种很好的钻研精神。正因为这样，戴这种面具的人也会比其他人想的更多，时时刻刻都想着如何才能做到完美。在这我想和大家说一下，并不是说人只会戴一种面具，也可能全部都戴，只不过分事情。我想大家多多少少都会戴过这完美主义者的面具。我自己并不是一个完美主义者，甚至还很懒，事情根本上差不多就行。但是我记得有一次我就戴上这面具了，当时是为了完成大学里的一个团体作业，制作一个视频，花了我一整个下午到晚上9点，差不多8-9个小时。那时候就是废寝忘食，真的时间过得飞快，自己都没感觉到饿，心里就想着一定要把这视频做好，然后在班前显摆和拿高分。所以说平时并不是完美主义者的人，也可能会在某个时间某个事情上戴上这个面具。好，聊完了好处，我们现在来说说坏处。这些之前就提到过了，坏处就是花费太多的时间和精力，还有就是可能会成为我们成功路上的绊脚石。什么意思呢？我们先来说说这花费太多的时间和精力。有很多人会为了把一件事情做到接近完美，可能要花数倍的时间。就比如说做个视频，就像我这做 YouTube 视频，很多人都会觉得我要做就要做到最好，花各种时间研究怎么剪辑，怎么做得好看，颜色、灯光、声音等等各种各样的理由。本来可以1个礼拜就能出1条片子的，最后可能就1个月都没做出来，永远都是要等到完美才能拿出手。可是什么算完美？这部分完美了，又有另外一部分需要被完美，永远没有完美的时候，因为人的思想是不停的在变化，当时的完美可能到下一刻又有其他的想法，因此而不完美了，这也会形成压力和精神流失。
因为要高度集中精神去把事情做到完美，长期如此可不就花费太多精力，而因为做不到完美形成了压力和自卑，就可能会问自己为什么做不到完美呢？然后我们来看看为什么这面具会成为成功路上的绊脚石。还是这个视频的例子，其实很多方面都有可能只有这问题，大家举一反三，我就不一一列出来了哈。像是这视频最主要的是内容，就算视频再完美，内容才是核心。而且一部片子要花1个月的时间做到了将近完美的情况，不如4部不完美但是可以看这样的视频，会不会比1个月才出一部视觉感相对突出点的片子成长得快呢？是不是就会离成功更近一步呢？总的来说，长时间戴这种面具的人会感觉到很累，因为事事都要做到完美。那么为什么会出现完美主义者的面具呢？其实所谓的面具都是来自于过往的生活，每个人的生活环境都是不一样的，这也就是为什么每个人都是这个世界上的唯一，世界上没有谁和谁是一模一样的，就算双胞胎长得一模一样，但是性格也是不一样的。绝大部分的面具来源都是家庭、学校、儿时的同伴，这些从小经历过的体验。像是很多家庭希望自己的孩子能成龙成凤的，不考个满分就给孩子脸色看，那么孩子也就会更在意这满分的情况，也就是有了这99分还是不开心，在孩子心里这就是不合格的分数，因为父母不会认可这分数，所以要做到完美才能得到父母的认可。这也就是很多完美主义者的真实内心想法，他们渴望得到大家的认可，不管是父母还是老师还是朋友，甚至可能是毫无关系的陌生人，这也是最核心的东西。因为自己怕被人否定，怕自己的不完美被人看到，而觉得自己没面子、没本事，因此才去做到完美，因为只有完美才能被别人给认可。当完美主义者面具成为我们的绊脚石的时候，我们怎么样才能取下这阻挡我们成功的面具呢？这就要从根本上解决问题，这根本就是我们自身的想法。我们不必回想过去，因为那已经是过去式了，无法改变，但是我们可以改变现在，从而改变未来。还是说回视频的例子，做这视频的意义在什么地方？我想分享更多的知识和看法给这世界的其他人，希望他们能从这影片获得价值。那么为什么要做到完美呢？因为我不想别人看到我自己出丑的样子，觉得自己的视频没有价值。那如果说别人觉得您的视频没有价值，那又如何呢？那就不会看我的视频啦。那这会对您有什么影响呢？我就会觉得我是个没有价值、没有知识能够分享给大家的人。那么您觉得自己是个没有价值、没有知识分享给大家的人吗？我觉得自己不算特别有价值和知识，但是还是能拿出来和大家一起分享一定的知识和价值的。那您觉得是1个月拿出一个完美的视频和1个礼拜拿出一个一般的视频，哪一个更能体现您做这视频的初衷呢？那当然是1个礼拜拿出一般的视频，因为这样1个月我就能拿出4个视频来更多的分享给大家。好了，这一段自我对话到此结束。其实这一段是来自于我自身被导师问话的一个经历，因为我就是这么一个比较自卑和内向的这么一个人，但是经过导师的问话来了解更多的自己，从而改变了我想一直逃避的这一种行为。其实完美主义者面具也是一种逃避的理由，因为不完美而一直拖，从而没有任何结果。那么也有强势的完美主义者面具，什么都要完美，什么都要做第一的去无限争取和努力。这种人最怕的可能就是打破了这完美的面具，怕被别人看到了自己的不完美而形象全无。我的导师就和我说过一个例子，我在这里分享给大家。他说他演讲的时候有一次把稿子不小心的弄散了一地，他直接就不用稿子
随心的演讲，他发现场下的观众有着更好的互动和交流，这是为什么呢？因为太过于追求完美会导致与其他的人产生边界感，他们会觉得这人太过于完美，做到滴水不漏的程度，自己却是普通人，有着这样那样的不完美，所以就出现了这边界感，从而有了疏远的感觉。但是这一个失误导致的稿子散落一地，让人家觉得这人也不是很完美嘛，也有犯错的时候，也是普通人，这样就没有了那些所谓的完美边界感了，从而达到更好的演讲效果。所以说不要以为什么都要做到完美才是一种好的表现，有的时候可能就会成为您的绊脚石，生活里的一些不完美才能让生活过起来更完美。现在您对这面具有了新的认知了吗？您是不是也曾经或者还戴着这完美面具呢？如果觉得太累了，就取下来吧，不要为了完美而增加烦恼和时间负担，解放自己，做自己想做的事。如果您有其他的想法，也可以在下方留言。那么以上就是今天想和大家分享的内容，谢谢大家的观看，这里是健康论，我是 Justin， 我们下期再见喽，拜。